说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秘技。超级无敌大秘籍。我们好像很多影片都是大秘籍，都说是超级无敌大秘籍，但是这集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好用，而且很重要。在这个二元性的世界来说，哈，就是第三次元这种二元性的世界来说，就有好有坏，二元性相当明显。那在频率的这个频谱来讲，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从10到1000的这个频谱，那这个频率的范围，如果你在200是一个算是中心点，200以下的都是负面的，200以上都是正面的。正面跟负面的，它就会形成一种摆荡。但是你如果在200以下，常常处于200以下，比较靠更低的层面的时候，因为你每一次处在那种负面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被负面的感受整个淹没，然后所以等于是像吸铁一样，就把你吸到那个负面那一边，那就摆荡不回来，摆荡不回来好的，你就会一直处在那个坏的那一边，然后就会一直重复。但好的当然，也是类似的情况。如果你一直在很良善、很美好的这种心情的时候，你就会被吸在好的那边，荡不回来。大部分的人都会偏向比较中间的地带，比如说从100多，到300之间，这样的一个比较中间的地带，它就会形成一种两边都有吸力的状态。两边都有吸力的状态，人生就会形成一种钟摆效应，就是会摆荡。有时候你就会遇到好的情境，有时候就遇到不好的情境，有时候又遇到好的情境，有时候就遇到不好的情境。那这时候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情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摆荡，大部分的人都会在这里这样形成。那在这种摆荡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让它稳定下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自己往好的方面去吸引，就变成固定在好的方面，而不要再摆荡到不好的这种情境。一直摆荡的这种情况，如何去改变它呢？摆荡是这样子，就是你显化了很多正面的情境，你也显化了很多负面的情境，所以就会一个一个在那里摆荡，就会变成这样子。你要去把负面的情境让它变成没有吸引力，而变成好的这边具有更多吸引力，它是有方法的。什么方法？这个方法叫做额度消除法。额度消除法。额度就是像我们一般在做业务啊什么，不是，或者说我们的那个信用卡额度啊什么额度，都会有个名词，就是英文叫做扣打。扣打好像是日本口音的英文一样，就是扣打，就是一个额度。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负面的有负面的额度，那这个正面的就有正面的额度。那怎么样让负面的额度能够消除，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在一个负面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在负面情况，我们就会感受到不好的情境，这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可能就会不好，然后感觉到不好的情境，然后就处在不好的状态。但是我们如果处在不好的状态，但是我们对于不好的状态，我们用另外一种看法来看待它，就是我们把负面的状态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负面的状态，比如说头痛，那我就想到说，头痛真是太好了，借由这个头痛，我就消化掉一个负面的额度，那把这个负面的额度消掉，我就可以转为正面的吸引力了。那这时候，因为我处于一种正面的心态去看待这个负面的状态，那我就改变了这个负面的这个存在状态，我的频率就不是处在那个负面的状态。虽然情境是负面的，但是我的频率反而把它带向正面的。这时候就加强了正面形成的一个力量。如果你要成就大事的话，我们不断的这样子去消化负面的额度，你的正面的吸引力就会更大，你就能够完成更大的好的一个事情。对，这个超级秘技是墨子很久以前就已经传授给我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拍影片。那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就是假设说，你想要成就一件大事，我们目前在这个二元性世界，就一定会有摆荡啊，会有好坏，就是世界还没有完全的扬升，就是完全偏向善的那一边，美好的那一边。假设你想要盖一栋自己的大房子，那一般人的信念可能会想说，盖一栋大房子是
比较困难的，对于显化来说，就是可能比显化一杯咖啡还要困难。对，可能很多人大部分可能会有这个信念。那如果你想要盖一栋大房子，那你就可以去接受一些生活上的小小不如意，例如说，不小心撞到左脚啊，好痛哦，好痛好痛。不然就比如说开门夹到手啊，或者突然头痛啊、肚子痛啊之类的，或是可能有人骂了你一句啊，对，骂你几句啊，对啊，那这时候呢，第一时间可能会有不好的感觉，但是你可以马上yes， 我消化一次负面的扣打了，对，没错，对，然后你想要成就的那一件大事就不会不如意。你要成就一个大事，或者说成就一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它会摆荡嘛，那但是你摆荡的时候，你把它看成是中性的，你把它看成是好的，这时候就会被好的吸引力再吸回来，那这好的、良善的、美好的就更容易去聚集，更容易达成。所以在每一次当你去摆荡的时候，因为站在中间这个范围一定会摆荡，因为两边都有吸引力，你一定会吸引到不好的感觉，然后也吸引到美好的感觉，一切都在感觉上运作。其实情境是用来支持感觉的，就是当你感受好的时候，就会出现美好的事情；当你感受不好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好的事情。那些情境是用来支持好的感觉或不好的感觉，感受才是那个振动频率。所以你要完成一个美好的梦想，你就要处在那个美好的感受里面。除了美好的感受之外，你还要去排除你会被拉回不好感受的这个状态。那被拉回不好感受，当它摆荡的时候，你如果用一个消除了一次不好的扣打这样的一个态度去看待一个不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被吸回那个美好的状态，因为这是一件你会把它判断为一件好事。当一个不好的情境被判断为一件好事的时候，你的频率就会被拉回好的状态，所以你这边就更容易成就了你的梦想。1、2、3、4、5、6、7、8、9、10，你都更容易去把它实现出来。对啊，因为一切都是自己显化的嘛。那可能有一些人还不知道这个秘籍，他可能在生活中有一些不如意，例如说，走路走到一半跌倒，跌个狗吃屎，然后他就很生气，就想说，为什么我要遇到这种事呢？我不要遇到这种事，我再也不要遇到这种事了。当然还是比较显化跌倒吃屎，就是可能显化不小心撞了一下，那就撞了一下嘛，只是皮肉伤，那就没关系。这种情境比较容易去看成是中性的，就觉得说，太好了，我消除了一次不好的扣打。但是比如说别人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习惯马上就抓狂，马上就生气，被妈妈骂，然后马上就不开心了。你如果能把这些更习惯会不开心的一些事情，你马上转变说，太好了，今天被骂了5句，我又消除了5个负面的扣打，真是太棒了。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你把那些负面情境都转变成正面的，那就你正面的就很容易去运作。在二元性摆荡，不是说一定得摆荡，而是你对摆荡的时候如何去看待。这个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你动用了信念去显化消除扣打。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不只是你当时的振动频率变成正面，你同时动用了显化法则去显化那个扣打是被消除的，也就是负面它的确是被我消融掉。你用这样的看待去相信它的时候，它的确就被消融掉，所以负面的情境就一直被消掉，然后正面的就会一直被累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秘籍。在二元性世界，因为对宇宙来说，所有都是中性，就没有大小。就是你显化一栋房子跟显化一杯咖啡是一样的。在我们没有办法跳平行宇宙到更扬升偏向美好的世界，我们就直接把这里变成天堂。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里变成天堂。在一定会摆荡到不好那边的情况下，你要就是可能不小心撞了一下，然后不如意呢？还是你没办法盖一栋自己的房子不如意呢？你可能没办法选择跳平行宇宙到偏向好的扬升的世界，但是你可以选择你要成就哪件事情。而且你也可以选择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像天堂一样的生活。你可能连小事情你都很生气，觉得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你，都让你生活小事都不如意啊。
等等等，那可能老天爷会真的会听到你的心愿，然后让那些小事都如意，就你可能就不会再遇到一些不好的小事情，但是因为二元性摆荡嘛，所以可能还是会有不好的事发生，那可能就变成说你想要成就的那件大事不如意。那这时候一般人可能又会想说这是很正常的，就是因为盖一栋房子或是环游世界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没办法如意也是很正常的。就会认为没办法达成，你的想法上就会建立一个无法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不用去想说可不可以达成，尽量去梦想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已经偏向于美好，所以摆荡回去的时候碰到的大部分都是小事情，没有什么大事可以发生。那这些小事情，我们去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把它转变成正面的时候，就会把它带回来。那这时候就会增加我们梦想完成的这种力量，拉回来变成正面的引力。举例来说，如果你想要变得更漂亮，你想要更满意自己的外在，那可能还是会有小摆荡，你可能会被蚊子叮，你可以显化蚊子要叮你哪里，就是可以就是设定，如果真的要叮的话，那请叮可能就是穿鞋子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子。对，那可能如果真的要摆荡，长颗小痘痘，那可能就长在很不明显的地方这样子，然后而且又很快好，就是一些小事情，就是不用去太在意这样子，就去接受它，对，那就会显化成你很满意你自己的外形，越来越满意自己的生活各方面，就会越来越满意，然后世界也越来越扬升，然后偏向美好的那边。你就会显化出属于自己的天堂。对。那这集就分享到这里，拜拜。拜拜。